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85花同日出席活动状态，赵丽颖沧桑疲惫，杨幂精神足，杨颖变圆润。赵丽颖争议缠身，状态疲惫；杨幂休息充足，精神焕发；杨颖低调收敛，却状态回春。85花同台亮相，处境不同，状态各异，展现娱乐圈百态。最近娱乐圈逐步热闹了起来，不仅有新剧上线，当红明星也纷纷开始活跃，赶着年终活动为代言跑商务。更巧的是，3位85花同一天出席了活动，状态却完全不同。先来聊聊近期争议不断的赵丽颖吧。她最近跟导演赵德胤陷入恋爱传闻，男方背景复杂遭到质疑，赵丽颖本人似乎也有点不太开心，半夜怒对平台又用脏话又用辱女词，导致直接翻车，相关微博已经被删除。而删除的当天下午，赵丽颖出席了活动。近期赵丽颖已经连续出席了3次商务线下活动，本人真实状态也陆续被曝光，说起来也有点意思。赵丽颖怒对平台的当天，她出席活动的造型就被吐槽，从发色到裙子，里里外外被群嘲。如今再次现身活动，情况似乎并没有好转。最大槽点就是她的粉色头发，粉不粉黑不黑，正处在尴尬时期。按理说好不容易连续出席活动，能够让粉丝一饱眼福，结果状态却不是最佳的。粉色不仅显黑显黄，她的礼服也没能起到辅助作用，精修图快把裙子修成白色了，依然难以遮挡土气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本人状态看着也很疲惫，眼神飘忽不定，心事重重，近日似乎也没怎么锻炼，斜方肌非常明显，瞬间沧桑了很多。还是希望赵丽颖注意休息，专注作品就好。另一位85花杨幂近期低调了很多，不知道是不是没有作品上线的原因，或者还没有新的作品官宣。杨幂状态看着还不错，应该是有充足的休息时间，所以肉眼可见很精神。当天她身穿白色晚礼服，包裹比较严实，妆容白皙透亮，脸部饱满有光泽，一看就是休息到位了。说起来，当年杨幂也是走黑红路线，她通过自嘲成功扭转口碑，如今看着另一位85花深陷争议，不知道会不会感叹呢？不过要说感叹的话，杨幂的昔日闺蜜杨颖更值得她感叹。自从封某秀之后，杨颖事业折损一大半，尽管存货作品已经能顺利播出，但是余波影响依然在，她出席活动也变得低调很多。尽管是同一日出席活动，杨颖的热度却不及前2位高。都说红气养人，已经失去竞争力的杨颖，如今退回港圈风，反倒没有了昔日的神采飞扬，更多了一些收敛和小心翼翼。不过她的状态却依然很抗打，无论妆造还是礼服，甚至皮肤身材都依然没有变化，唯一的变化大概就是她的脸更饱满圆润了，山根也看着进行了调整，跟之前干瘦到只剩下五官的样子完全不同，状态回春很明显。看到这里，外界应该能清晰感受到不同处境之下的明星状态吧。赵丽颖争议缠身，明显状态疲惫，而杨幂休息得当，精神很足。杨颖也是一样，尽管演艺事业受影响，但她的低调和收敛也算是一种成长。最后就希望每个女明星都能提高觉悟，千万别因环境和经济条件变好而失去追求。当85花这一代代表性女星赵丽颖、杨幂、杨颖 ANGELABABY 同日出现在公众视野，同框对比成为热议焦点，社交平台顿时沸腾了。她们是各自领域中极具影响力的存在，是中国内娱黄金年代的代表性女演员，如今已步入中生代艺人行列。她们的每一次公开露面都会引发大量关注，但这次的同日出镜却引发了关于状态、年龄焦虑、职业发展乃至公众预期的深层讨论。在这次活动中，赵丽颖的状态引发不少讨论，有网友用沧桑疲惫来形容她的状态。诚然，与过去那种灵动甜美、
气质清冽的形象相比，她此番出现的眼神略显沉重，面部线条也透露出一种倦感。但这背后是否仅仅是颜值下滑这么简单？我们不能忽视的是，赵丽颖近几年不断挑战高强度的现实主义题材角色，从幸福到万家到野蛮生长，再到在人间，她几乎没有给自己留过缓冲期。她把角色的辛劳几乎扛在了自己身上。也许她确实疲惫了，但这种疲惫是一个演员长时间沉浸角色的痕迹，是沉淀后的厚重感。与此同时，杨幂则以一如既往的精致形象出现，她的妆容得体，状态饱满，举止间仍保有从容与自信。作为娱乐圈中时尚女王级别的人物，杨幂在外形管理上的确一直保持着极高水准。但不能忽略的是，杨幂近年来的荧屏作品虽频繁，但口碑略显两极，观众开始期待她在表演维度上的新突破。因此，她的精神足不仅是一种身体状态，更是一种试图重新定位自己的主动姿态。她明白自己不再是少女蜜，而是要靠实力重塑自身在中生代女演员中的分量。再来看杨颖，她的出现则让不少网友感叹变圆润了。这其中既有对她身材微妙变化的直观反馈，也隐含了公众对女明星容貌焦虑的敏感心态。杨颖作为模特出道，早年因其超高颜值风靡一时，是众人眼中的颜霸。但这些年，随着作品产出减少，情感生活频上热搜，她逐渐被贴上了花瓶美、演技等标签。此次略显圆润的面容，是否意味着她正试图卸下包装，以更自然真实的形象回归大众？还是说她在经历生活变动后，终于选择与自己和解，回归真实生活？这都是值得思考的方向。在这场状态对比中，三位女星各有千秋，谁更胜一筹，似乎已不是重点。更值得我们讨论的是，公众究竟用怎样的标准在衡量她们的状态？是青春的容貌，是精致的妆容，还是精神面貌、气质表达与职业态度的综合体现？当赵丽颖略显疲态时，我们是否应该多一份理解她作品背后付出的敬意？当杨幂看起来依旧光鲜时，我们是否愿意耐心等待她突破类型剧的尝试？而当杨颖变得圆润，我们是否能放下对于瘦才是美的偏见，欣赏她尝试蜕变的勇气？娱乐圈常常被看作逆生长的战场，女明星尤其被赋予了苛刻的审美要求，既要永葆青春，又要不断进步。既不能老，又要有作品；既不能胖，又要表现自然。这种矛盾的期待，使得85花们身处极大的心理张力之中。她们不仅要对抗时间，还要对抗观众的高标准和网络舆论的双重压力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赵丽颖、杨幂、杨颖所呈现出的每一种状态，都不是简单的管理的好或不好，而是背后整个生活方式、职业策略乃至内心态度的反应。我们需要看到，这一代85花不是完美无缺的偶像符号，她们是在人前努力维持光鲜，在人后不断学习成长的真实个体。赵丽颖背后的疲惫，是她不计形象去深挖角色的诚意与坚持。杨幂的精神状态，是她对自我管理与职业重塑的执着。而杨颖的圆润状态，可能代表着她在外貌焦虑中尝试寻回真正自我的第一步。三人风格不同，路径各异，但都走在各自的女性成长轨道上。她们并不是互相比较的美丽对照组，而是用各自方式回应时代变化与大众期望的独立个体。从更广的社会文化视角来看，赵丽颖、杨幂、杨颖身上的状态话题，其实是所有当代女性生活困境的缩影。我们都在某个阶段疲惫过、调整过、被外界评判过，也都曾面对我是不是变老了，我是不是不够好了的质疑。但正如三位女星不同的选择所展现的那样，女性的价值不应被外貌和年龄限制，而是应由她们的选择、自我意识与精神面貌来定义。真正的状态好，不是容貌完美无缺，而是在面对挑战时不放弃成长，
在角色中不忘初衷，在生活中不与自我对立。在社交媒体舆论日益快速的今天，每一次明星亮相都成为被审视的现场，但我们是不是也该反思，我们审美的标准是否太单一？我们对女演员的要求是否太严苛？我们是否也能从比较中走出来，看到她们身为女性个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？最后，想对所有关注这些85花的观众说几句心里话。他们的确承载着我们这一代人青春的记忆，但他们也在用自己的努力告诉我们，成长不等于失去，变老不等于落后。赵丽颖的坚韧，杨幂的清醒，杨颖的转变，都是一种女性力量的体现。他们教会我们，状态不是完美的同义词，而是一个人敢于面对岁月，面对舆论，面对真实生活的勇气。愿我们在欣赏他们的同时，也能用更温柔、更包容的目光去看待自己。无论你是赵丽颖式的隐忍与专注，杨幂式的从容与清醒，还是杨颖式的转型与探索，都值得被尊重与鼓励。毕竟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生活这场大秀中的主角。王一博以热烈之名，勇闯极限之境。3000米高空说跳就跳，手指劈了还笑称比跳舞简单。王一博的风劲儿背后，是街舞少年用血汗砸出来的硬骨头，更是真摔才够味儿的演艺信仰。卧槽，这哥们儿真跳啊！当王一博从3000米高空一跃而下时，跟拍摄影师的手都在抖。这可不是什么特效镜头，而是实打实的极限挑战。别人玩跳伞都得做半个月心理建设，他倒好，站在机舱门口咧嘴一笑，二话不说就往下蹦，活像个急着投胎的主儿。这疯劲儿可不是一天两天练出来的。还记得他第一次尝试攀岩，手指甲都劈了俩，血丝顺着岩壁往下淌。教练在底下急得直跺脚，祖宗哎，咱歇会儿成不？他倒好，咬着后槽牙硬是爬到顶，下来后还跟没事人似的。嗨，这不比跳舞简单多了？这话说的，让旁边专业攀岩运动员脸都绿了。要说这哥们的胆量，那真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。14岁那会儿在韩国当练习生，舞蹈老师拿着戒尺抽手心，别的孩子哭得稀里哗啦，他愣是憋着眼泪加练到凌晨3点。同屋的队友睡眼惺忪地劝他：“博啊，差不多的了。”他头都不抬：“差远着呢，这动作还没我奶奶包饺子利索。”拍冰浴火的时候更绝，有场追车戏连着拍了17条，他摔得膝盖都没块好皮。制片人实在看不下去，要不咱找个替身？他摆摆手，别介，真摔才够味儿。后来花絮放出来，粉丝们心疼得直抹眼泪。他倒好，在采访里还贫，哭啥呀？又没摔着脸。这拼命三郎的劲儿可不是装出来的。业内人都知道，他拍动作戏从来不用替身，受伤次数在同龄演员里能排前3。有次拍摩托车戏份，连人带车甩出去7、8米，爬起来第一句话居然是：“刚才那个镜头能用不？”把现场工作人员都给整不会了。要说最绝的还是那次跳伞，节目组原本安排的是双人跳，教练带着慢慢来。他倒好，直接申请单人跳，把导演吓得直搓手，这要出点啥事可咋整？他一边系安全带一边乐，能出啥事？顶多就是摔成肉饼呗。这话说的，把跟组医生都给整不会了。这疯劲儿背后还真有点门道。他老家洛阳那边有句老话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。从小在街舞队里摸爬滚打，早就练就了一身硬骨头。有次参加街舞比赛，高烧39度还坚持上场，跳完直接栽倒在后台。队友要送医院，他迷迷糊糊还惦记着刚才那个后空翻没翻好。要说最让人服气的，还是他那个较真劲儿。拍无名的时候，为了演好地下党角色，愣是把民国史资料翻了个底朝天。有场戏要说法语，他硬是跟着语言老师练到舌头打结。导演都看不下去了，差不多就行，
后期可以配音。他摇摇头，那不成，观众又不是傻子。这年头娱乐圈里装模作样的多了去了，像他这么实诚的还真不多见。有次粉丝接机，小姑娘激动的直哭，他递纸巾还顺带吐槽：哭啥呀？我又没欠你钱。这话说的把站姐都给逗乐了。后来这事儿上了热搜，网友们都乐疯了，不愧是钢铁直男，安慰人都这么硬核。要说最绝的还是那次直播，主持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拼，他咬着棒棒糖想了想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找点刺激。这话说的把直播间观众都给整不会了。后来有黑粉说他作秀，他直接在采访里回怼：你行你上啊，不行别避避。这暴脾气倒是圈了不少路人粉。这哥们儿最招人喜欢的就是真实，得奖了不装谦虚，直接乐得现牙不现眼，被质疑了也不装大度，该对就对，绝不含糊。有次采访被问到现在年轻人压力大怎么办，他一脸懵，问我干啥？我又不是心理医生。这回答直接把主持人给整不会了。要说最让人佩服的还是他那个死磕精神。拍热烈的时候，为了演好街舞少年，30多度高温下连着跳了8个小时，汗水把地板都打湿了，他还跟没事人似的，再来一遍，刚才那个动作不够炸，把导演都给看傻了，这孩子怕不是个机器人。这年头明星立人设的多了去了，像他这么实在的还真少见。有次品牌活动，主持人让他说几句场面话，他直接来了句：这衣服挺贵吧？别给我弄脏了。把金主爸爸都给逗乐了。后来这事儿在圈里传开了，同行们都感叹：这哥们儿是真虎啊！要说最绝的还是那次综艺录制，节目组安排了个高空项目，其他嘉宾吓得腿软，他倒好，二话不说就往上冲。工作人员提醒他注意安全，他摆摆手，怕啥？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这话说的把现场安保人员都给整不会了。这疯劲儿背后是真本事，业内人都知道，他拍戏从来不带助理，道具服装自己扛。有次拍古装戏，30多斤的铠甲一穿就是一天，场记要帮忙他还不让，别介，我还没老到那份上，把老戏骨都给看服了，这孩子够硬。要说最招笑的还是那次直播带货，主持人让他夸夸产品，他盯着说明书看了半天，这玩意儿真这么神？我咋不信呢？把品牌方急得直跺脚。后来这事儿上了热搜，网友们都乐疯了，这代言人怕不是个卧底。这年头娱乐圈里装模作样的多了去了，像他这么耿直的还真少见。得奖了不念稿子，直接说大实话，被黑了不买热搜，该干嘛干嘛。有次采访被问到现在最想干嘛，他挠挠头，想吃火锅，馋好几天了。这回答直接把记者给整不会了。本文就是要把正能量给传递出去，把社会的主流旋律给弘扬起来，可没带一点不良的引导哦。要是有侵权的情况，就赶紧联系我们，我们会立马进行改正或者删掉相关内容的。在这个光速更迭、流量至上的时代，许多人习惯了追逐热点，制造爆点，在喧嚣中寻求存在感。然而王一博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。他的名字曾一度是寡言神秘酷哥的代名词，但随着时间的推进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，这个表面上不善言辞的青年，其实拥有一颗比谁都炽热的心。他的热烈不张扬，却足够耀眼；他的极限不设限，却总在突破。他是那个以热烈之名，勇闯极限之境的王一博。从舞台少年到全能艺人，再到如今被观众认可的实力演员，王一博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一场对自我极限不断挑战的旅程。他曾在采访中坦言：我不想重复自己。短短一句话，却道出了他一直以来前行的内驱力。因为热爱，所以不愿停留；因为热烈，所以勇于突破。王一博的热烈
首先体现在他对职业的态度上。他从不允许自己差不多就好，哪怕是一个简单的走位、一句台词，他都要反复练习，直到自己满意。拍摄无名时，为了呈现最真实的年代质感，他常常沉浸在角色状态中，连拍摄结束后都难以抽离。拍摄维和防暴队时，他不惧艰难，顶着烈日完成实地训练，哪怕是被真实爆破震到耳鸣，也不喊苦。这种不要命的投入，并不是为了某个奖项，也不是为了博得谁的掌声，而是他作为演员的自尊心使然。他尊重每一个角色，也尊重每一个正在等待故事的观众。而他的极限挑战，则体现在对多重身份的切换与跨界能力上。在演戏之外，他还是一名职业摩托车手，在 ZIC 赛道上留下一次次破纪录的飞驰身影。他曾说：“速度带给我自由。”可实际上，哪有什么自由，不过是他用日复一日的练习换来的自如。他不仅是艺人，更是赛车手。他在两个看似毫无交集的世界中，双线并进，且都做得极其出色。这背后是无数个清晨5点出发的训练，是无数次摔车后爬起来的倔强。别人眼中的热爱副业，在他这里其实是另一种极限的挑战与自我证明。他对舞蹈的热爱同样炽烈，在这旧世街舞中，他从不倚仗明星光环，而是与世界冠军同场竞技。他用实力赢得尊重，也用谦逊收获人心。在街舞的世界里，没有剧本，没有滤镜，只有动作和节奏的较量。他的每一个 freestyle， 每一次编舞，都是在用身体讲述属于他的热烈篇章。王一博从不轻易说我可以，但他会用行动让你相信他可以。他沉默，却有力量。他不擅长炒作，却能让作品成为最好的口碑。他曾是那个被主持人忽视的新人，如今却成为走上国际红毯的中国面孔。他从未用言语去争辩自己的价值，而是一步一个脚印，把野心化为成绩，让曾经的不被看好，成为今天的不可取代。更重要的是，王一博的热烈并不仅仅属于他个人，而是感染了无数和他一样默默努力、悄然坚持的人。他告诉我们，你可以安静，但不必平凡；你可以沉默，但绝不能放弃热爱。他的存在就像一束光，照亮了那些在角落里等待时机的人。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，天赋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持续的自律与日复一日的热忱。很多人问，为什么王一博可以红这么久？答案也许正藏在他每一次专注工作的神情里。真正能走远的人，从来不是最热闹的，而是那些在冷风中也能坚持奔跑的。流量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但作品、态度、信念，这些才是支撑一个人走向极限的根基。王一博从不炫耀他的成功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仍在路上。他从不刻意强调热爱二字，却在每一次行动中将其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他用身体力行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热爱是敢于迎难而上，是即使跌倒100次，也要在第101次站起来继续走。他的极限之境不是终点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新起点。在今天这个容易焦虑、浮躁的世界里，王一博的这份热烈格外珍贵。他让我们重新理解了什么是踏实努力，也让我们相信，只要心中有光，再遥远的极限也能抵达。他不需要用喧嚣吸引眼球，因为他本身就是一道沉稳、坚定、熠熠生辉的风景线。写到最后，想对所有读到这篇文章的你说一句：如果你也在追寻梦想的路上，如果你也曾在某个夜晚怀疑自己，请记住王一博的故事。他并非一路顺风，也曾无名被忽视，也曾摔倒受伤，但他没有停下来。他的成功不是奇迹，而是热烈与极限之间一次又一次勇敢的选择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